朋友们，真爱究竟是什么？在无数的电影和歌曲中，我们被灌输了一种浪漫化的爱情观，让我们陶醉于那些看似甜美但不切实际的情感幻想中。然而，真爱并非电影里的激情碰撞，不是两人在月光下的长久凝视，更不是那些轻率许下的永恒誓言所能界定的。在现实的纷扰中，真爱显示出它更为复杂和深邃的本质。它超越了瞬间的心动，是一种持久的、成熟的情感承诺。这种承诺基于深刻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在个体成长和自我超越中共同前行的伙伴关系。真爱并不依赖于过往定义的激情，而是植根于日常的相处之中，即便在对方最平凡的瞬间，也能发现其非凡的价值。我们常误以为找到所谓的完美伴侣就能实现生活的完美，这是一种误导，一种幻觉。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不受挑战的避风港，而是一场两个灵魂的成长旅程，是在现实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是时候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爱情了，抛开那些被过度浪漫化的幻想。真爱不在于找到一个时刻令你心动的人，而在于找到那个即使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也能与你肩并肩共同前行的伴侣。这种爱可能不会让你每时每刻都心跳加速，但它会让你在风雨同舟中感受到深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体验到真正的精神共鸣。这才是真爱的真谛，它在日常的点滴中悄然生长，与你共度每一个现实的瞬间。真爱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然而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往往通过一个相对狭隘的镜头来审视它，一个充满了激情、承诺和不可避免的悲剧的镜头。这种观点虽然深入人心，但却偏离了真爱更为宽广和包容的本质。真正的爱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普遍经验，它触及了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最为渴望的东西：被理解、被接纳，以及与他人深刻的、持久的连接。真爱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行为的体现。它不是靠言语轻易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持续而一贯的行为，通过无数的日常小事来不断验证其真实性。真爱是在伴侣需要时伸出援手，是在对方失落时提供安慰，是在彼此生命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不离不弃。这种爱超越了浪漫的热情，它是基于深刻理解与共鸣的稳定连接。然而，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将爱情视为一场追求激情和兴奋的游戏，一种可以随时启动和结束的短暂冒险。这种观念诱导我们追求瞬间的满足和即刻的快乐，而忽略了爱情真正的价值、成长和自我超越。我们被虚假的爱情故事所迷惑，认为爱情总是与痛苦和牺牲相伴。这种观念扭曲了我们对健康关系的期待。真爱的实现与个人的内在成长密切相关。只有当两个人都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自我提升，去理解和满足对方的深层需求时，真爱才可能花开。这种成长不仅包括对对方性格的了解，更包括对其恐惧、梦想和挑战的深刻理解。一个人在真爱关系中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如何聆听对方，如何在冲突中保持尊重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真爱不仅存在于浪漫关系中，它同样存在于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善行中。真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是我们与他人连接的桥梁。它提醒我们，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人类共有的渴望是理解和被理解，是爱和被爱。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爱情被描绘为一系列浪漫场景，从初见的激动到激情的燃烧，这一切似乎都是电影和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情节。然而，当我们脱离了这些情节的烘托，站在现实的角度来审视所谓的爱情，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复杂和微妙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真的是爱情吗？还是仅仅是一种由社会构建的情感依赖？
我们常常沉醉于那些被剧本精心编排的爱情故事中，这些故事满足了我们对美好、完美无缺的伴侣关系的幻想。在这些故事中，爱情看似总能克服一切难关，两个人最终总能克服种种困难，彼此拥抱在一起。然而，现实的爱情远非如此简单，它涉及两个独立个体的复杂情感，包括他们的不安、恐惧、自我怀疑，以及对未来的共同期待。这种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双方不断的沟通、理解和调整。真爱不是关于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关于两个人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完美的相处之道。真爱不是没有冲突和分歧，而是在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挑战时，双方都能展现出足够的成熟和包容，愿意为了对方和这段关系的成长而努力。真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去理解和接受伴侣的全部，包括他们的弱点和缺陷。在这个过程中，真爱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自我超越。爱不仅是接受对方在你生命中的角色，更是一个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在爱的旅程中，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不仅仅是为了伴侣，也是为了自己。这种努力不应该是出于压力或责任，而应该是一种内心的驱动，一种向更高自我的追求。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非易事。现实中的许多爱情故事，因为缺乏深度的自我反思和真正的心灵沟通，而逐渐失去光彩。在现实的压力和日常的琐碎中，初心很容易被遗忘。当爱情不再是电影里的完美剧本时，当它展现出其困难和复杂性时，不少人选择逃避而不是面对。真爱需要的是坚持和勇气，需要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依然能够坚持自己对爱的信念。它要求我们在风雨中共同前行，而不是在第一次遇到挑战时就放弃。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支持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的，它比电影中描绘的更为丰富和真实。当我们谈论爱情时，不应只是沉醉于那些充满激情的瞬间，更应深入地思考什么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一时的激情，还是一生的伴侣？是一种依赖，还是一种成长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探索中，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答案负责，为自己的爱情旅程负责。这样，当我们找到真正的爱时，我们才能确保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让我们深入探讨真爱的本质和挑战。在现代社会中，爱情常被描绘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真正的爱情远比这更复杂，它不仅仅是心动或浪漫，而是一个深刻的成长过程，要求我们对自己和对方进行彻底的理解和接纳。在爱情的旅途中，我们经常遭遇痛苦和不快乐，这些情感并不源自外界的人或事，而是我们自身内在未解的冲突和恐惧的反应。每当我们在关系中感到不安全或受到威胁时，就容易将这些负面情绪投射到伴侣身上，错误地将他们视为造成痛苦的根源。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对方，也加深了自身的苦难。爱情的本质是相互理解和支持，但这种理解往往被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思维和反应所掩盖。我们如何跳脱这一循环，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共鸣？这需要我们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勇敢面对并解决内在的问题，而不是逃避或指责。真正的爱情时刻可能是短暂的，它在特定的深刻的体验中闪现，如在共同经历重大生活事件时，这些瞬间能够揭示我们与伴侣之间深层的精神连接，展现出真爱的力量。然而，维持这种连接的稳定性是一种挑战，因为日常生活的平凡和压力往往会使我们回到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真爱要求我们完全放下头脑中的预设和偏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关系和个人成长。这种状态是非常稀有和难以维持的，它要求我们的意识足够清醒和强大，能够在日常的各种挑战中保持这种超越思维的清晰度。
真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思维、情感和灵魂层面上不断的调整和提升。要实现这种深刻的爱，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支持和促进个人成长的关系环境。这包括诚实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恐惧，倾听对方的心声，以及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尊重和理解的空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对方成长路径上的伙伴和支持者，而不仅仅是情感的依靠。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构建自己的爱情关系，使它接近真爱的理想。这需要我们深入探索自我，挑战自身的限制，拓展我们的意识和心灵。通过这种内在的努力，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爱情的甜蜜，更能在关系中找到真正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爱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持续的实践，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爱情关系常常被视为一种修行的过程。我们常常问自己，这段关系是否是真爱？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关系是否符合真爱的标准，而在于我们在这段关系中体验到的真爱时刻的多少。这才是最客观、最准确的表达方式。爱情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修行。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对爱情产生抵触和恐惧。每一次失败的爱情，实际上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比起隐居深山寺庙里闭关修行，爱情关系中的挫折更能促使我们内在的提升，引领我们走向觉醒。真爱是什么？它不是你所做的某件事，也不是你所处的某种关系。真爱不在你的身外，而在你的内心。如果你试图通过某个人或某段关系去寻找和获得真爱，那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真爱是一种觉醒后的存在方式，它与外界无关。如果你的关系建立在彼此的小我需求上，比如肉体利益、精神依赖等，即使在恋爱初期你能体验到兴奋和快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逐渐发现对方无法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此时你会感到不再像刚交往时那样顺心如意，兴奋感和幸福感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怨怼、愤怒、憎恨、批判和伤害。当你感到当前的关系不尽如人意时，不要急于责怪对方，而要向内审视自己。你是否从一开始就在从对方或这段关系中索取甜蜜和快乐？如果是，那么结局注定会让你失望。真爱关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表达和分享你的快乐。建立一段亲密关系的关键，不在于当你感到匮乏、不快乐时，找到一个人来填补这些空缺，而在于通过内在的功课，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源泉。当你内在充满了快乐和爱，你将在人群中吸引到一个同样拥有高频能量场的人。你们会发现彼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和分享彼此的快乐，这样的关系才是最接近真爱的关系。不要抱怨运气不好，遇不到高级的关系。当你以小我对甜蜜和快乐的索取为前提去寻找关系时，你找到的一定是和你同频的索取者。小我对小我，索取者对索取者，这是关系失败的根源。不要总是抱怨伴侣与你不同频，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些曾经相爱的夫妻或恋人之间的不和谐剧情，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索取的基础上。这样的结合注定会走向分裂，就像走在沼泽里，永远找不到心中的苹果树。真爱关系的关键在于内在的觉醒和自我提升。只有通过内在功课，成为一个充满快乐和爱的源泉，才能吸引到同频的伴侣。你们的关系将建立在分享和表达快乐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索取和依赖。最后，记住，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源自内心。当你内在充满爱和快乐，整个世界都会与你和谐共振，这样你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真爱，拥有一段长久且幸福的关系。不要再抱怨运气不好，而是要通过内在的努力提升自己的能量场。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到同样高频的人，与他一起体验和分享真爱的美好。
相信我，当你成为那个快乐的源泉，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你的爱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谐。我们常常被各种亲密关系的处理方法和技巧所淹没，书籍、讲座、专家无不在教我们如何修复或改善我们的关系。然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些外在的努力都是无用功，关系本身并不需要你去处理，真正需要你认真对待和处理的是你内在的问题。依赖外在来实现喜悦和平和，只会让修行变成一个笑话。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何不干脆都去找合适的关系，还谈什么修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亲密关系。一个内在能量很低的你，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来改善和升级你的关系。只有当你的内在真正提升后，属于你的真爱关系才会降临。所以，当你抱怨和批判你的伴侣时，请意识到，你们并非不同频，而是同样低频的思维和小我的认同者。你们的自我需求不再被满足，这才导致了陷入爱的对立面。千万不要觉得你比你正在批判的伴侣高级多少，本质上你们没有区别。摆脱思维和习惯的局限是觉醒的第一步。你需要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勇敢地跳出来审视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不再被思维驱动。这样，你和伴侣的关系，甚至你和世界上的一切关系，都不会再基于小我的需求。这就是你生命转化的开始。只有当你脱离了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才能在关系中体验到真爱。自我观察是开启真爱的关键。观察你重复的自动化思维模式，观察你是如何因为小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不停地批判和抱怨你的伴侣的，观察你的小我在各种需求下扮演的索取者角色。只有当你开始真正的自我观察，才能让思维和批判停止，为真爱的降临创造空间，让你以真爱的方式存在成为可能。进行内在功课后，你会看到一个具体的变化。停止批判自己的同时，你也不会再批判你的伴侣。你会全然接受对方的一切，而不是在抱怨和批判中试图改变他。这样的你，证明你已经超越了小我。记住，爱永远在你之内，你永远不会失去它，它也不会离开你。爱不需要依赖一个人或一段关系才能存在。当你临在当下的意识越强大，离本体越近，你就越能感觉到存在于其他人和生物内的同样深度的生命。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万物一体之人，这就是真正的爱，是佛家所讲的慈悲心。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小我关系都被思维和习惯掩盖。只有当你和伴侣的思维暂时退居幕后时，才可能体会到短暂的真爱时刻。想让爱情关系长久地盛开真爱之花，除非你们能长时间地进入当下，跳出习惯性的自动化思维模式。这需要你们在爱情关系这个最好的修行道场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实修来实现，否则你们只是在合演一出叫做爱的戏剧而已。如果你已经开始走在修行的道路上，而你的伴侣却没有，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戳破一个荒谬的说法：世界上存在一个专属于你的对的人。这种说法基于一种幻想，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完美且永久地满足你的各种需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呢？你自己这一辈子有没有100%满足过任何一个人的所有需求，包括你的爱人、朋友、父母和子女？你做不到，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真爱关系的关键在于内在的觉醒和自我提升。只有通过内在功课，成为一个充满快乐和爱的源泉，才能吸引到同频的伴侣。你们的关系将建立在分享和表达快乐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索取和依赖。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源自内心。当你内在充满爱和快乐，整个世界都会与你和谐共振，这样你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真爱，拥有一段长久且幸福的关系。不要再抱怨运气不好，而是要通过内在的努力提升自己的能量场。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到同样高频的人，与他一起体验和分享真爱的美好。
相信我，当你成为那个快乐的源泉，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你的爱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谐。许多人被各种处理亲密关系的方法和技巧所淹没，试图通过外在手段修复或改善关系。然而，真正需要你认真对待和处理的是你内在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赖外在来实现喜悦和平和，只会让修行变成一个笑话。亲密关系不仅仅是情感的交织，更是灵魂深处的修行场所。当下许多亲密关系都是由小我主导，双方无意识地从对方身上榨取甜蜜、快乐和安全感。这种行为不仅是痛苦的源头，也导致了关系中的问题和冲突。然而，危机不仅仅代表负面和危险，它还蕴藏着你觉醒和灵魂提升的机会。如果你的关系让你陷入无意识的自我思维模式，痛苦不堪，首先应该做的不是逃避和对抗，而是与关系共存。这是你的人生功课。如果不在此处完成超越和突破，将会不断被困在一个又一个的关系中，重复受苦的循环。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遇到问题时，选择逃避和批判，幻想着更好的关系。然而，事实是，只有当你在当前关系中完成超越和突破，才能真正解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次又一次的分手、离婚受伤，或在一段关系中苦苦挣扎直到老去。真正的成长和觉醒始于承认和接纳当下的痛苦。当你觉知到关系中的不和谐，并且能够承认和接纳这种不和谐时，通过觉知，临在当下的意识就会产生。觉知的力量在于，它能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用爱和临在的力量将不平衡转化为平静。这是内在转化的关键，也是你需要参悟的重要一点。不要让大脑去想些什么，或让肉身去做些什么。事实上，你什么也不能改变，只能为转化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让真爱和自由意识的能量照进来。无论何时，当关系中的不和谐将你和伴侣的无意识或小我带出来时，不要感到沮丧和失望，而是感到欣慰，因为你们的无意识即将暴露在觉知之下，这是伟大的觉醒机会。无论何时，一定要保持对当下这一刻的觉知，尤其对你的念头、评判和情绪。例如，如果此刻感到嫉妒，就觉知这份嫉妒；如果愤怒，就觉知愤怒；如果恐惧逝去，就觉知这份恐惧；如果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就觉知失望。承认情绪的真实发生，拥有并掌握这份觉知力，是走向觉醒的关键。当你觉知到伴侣进入无意识行为时，不要批判他，不要让情绪生气，用爱和自由意志承认和接纳这个事实，这样你就成功守住了当下。记住，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做出反应，即使是在头脑里以思维活动的方式回应，那么你自己也会变得无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习惯化、自动化的无意识行为，关系一步一步从甜蜜满足走向失望和崩溃。值得庆幸的是，只要还能记得去觉知反应，即使后知后觉，也不会迷失。糟糕的、低频的关系仍然可以重新转化，这就是在亲密关系中的实修，是两性关系中的功课。记住，爱情关系不是用来使你快乐和满足的。如果想通过一段关系获得拯救，将注定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但如果能承认爱情关系不是为了让你更快乐、更幸福，而是让你变得更有意识、获得觉醒的宝贵机会，那么恭喜你，这是你和爱情关系开始转化的起点。真爱关系的关键在于内在的觉醒和自我提升。通过内在功课，成为一个充满快乐和爱的源泉，才能吸引到同频的伴侣。你们的关系将建立在分享和表达快乐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索取和依赖。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源自内心。当你内在充满爱和快乐，整个世界都会与你和谐共振，这样你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真爱，拥有一段长久且幸福的关系。
不要再抱怨运气不好，而是要通过内在的努力提升自己的能量场。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到同样高频的人，与他一起体验和分享真爱的美好。相信我，当你成为那个快乐的源泉，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你的爱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谐。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伴侣不合作和不认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沮丧，抱怨对方不同频，甚至对伴侣失望。然而，觉醒和开悟是你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你不需要等待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变得有意识。当你指责对方的无意识行为时，你也已经变得无意识了。从争论开始的那一刻，你便认同了自己的思维，为小我的自我感辩护，失去了与当下的链接，没有意识。在面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时，我们很容易陷入指责和批判的陷阱。这种指责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加剧矛盾。从你开始指责的那一刻起，你便失去了觉知，陷入了小我的掌控中。你的思维和习惯主导了一切，让你无法看到当下的真实存在。你失去了与当下的链接，变得无意识。当伴侣做出无意识行为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很简单，全然专注于内在，放下所有思维和批判。不把对方的本体和无意识混为一谈，不将自己的无意识投射在对方身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陷入思维和批判的循环，创造一个内在的安静空间，让觉知的力量发挥作用。放下批判并不意味着否认对方的无意识行为，而是承认和接受它的存在，但不对其做出反应和判断。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在亲密关系中实践。当你能看见并承认对方的无意识行为而不反应时，你便开始从自动化反应中解放出来。即使你会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做出反应，但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觉知。这种觉知会创造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成为安静的观察者。觉知不会否认痛苦，而是超越痛苦，允许痛苦存在，并同时转化痛苦。觉知的力量在于，它能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让你超越痛苦。通过觉知，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反应和情绪，而不被它们控制。闭上眼，用心体会，允许并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转化每一件事。这是你和亲密关系升级和转化的关键。你不是在与黑暗作战，而是将光明带进黑暗中。不是向幻象做出反应，而是在发现幻象时觉知和洞察它。带着觉知，就可能为真爱的降临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这是你和爱情关系转化的最好催化剂。如果每次都能这样做，那么伴侣很快就会逐渐无法在无意识形态下与你相处，因为无意识的低频能量与当下临在的高维能量根本无法长久共存。你的转化注定也会无形中引导和影响对方发生转化。尽管这不是每次都能第一时间做到，但学会在不责备、不评判的情况下表达感受，依然是极其重要的。当你真正体悟这些内容，并将它运用到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你和伴侣将不再反映彼此的痛苦和无意识，不再满足互相依赖上瘾的小我需求，而是开始反映内在深层的爱。这份爱来自内在的与万物一体的慈悲之心，这就是没有对立面的爱。记住，当你开始从思维和痛苦中解放出来，而伴侣却没有时，这个巨大的挑战和功课是他的，而不是你的。对他来说，与一个高维有意识的人相处并不容易。习惯和小我会随时感受到巨大的威胁，小我需要不断制造各种问题、冲突和敌人，因为它依赖于这些东西才能存在。请允许对方在你之后有一个转化过程，给对方一些时间。既然自己的提升和转化同样带给了伴侣觉醒的机会，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成就和体验这种没有对立面的真爱吧。当你成为那个快乐的源泉，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你的爱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谐。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